上一世，我错失了我的宝贝老公。离婚后，我才发现，没有他的世界一片灰暗，没有意义，导致我整天抽烟、酗酒，整夜睁眼盯着天花板，幻想着他会回到我身边。可他没有。后来，我在街头偷偷跟踪他，看着他在红绿灯前驻足，看着迎面冲来的失控大卡车，我没想太多，甚至没意识到自己跑了出去。等意识回来时，我已经抱着他一起倒在地上，血液从我们身下蔓延开来。我想撑起眼皮看他最后一眼，却只觉得天旋地转。最后的念头是，这下好了，我们可以一起死了。结果柳如烟，我猛地睁开眼，看见面前熟悉又陌生的脸。贺强皱着眉，满脸不耐烦地看着我，眼底却藏着一丝痛苦。这是离婚前，我猛地意识到我重生了。老天爷，谢谢您！这一次，我绝不会让这个男人逃出我的手掌心，就算强扭的瓜不甜，我也硬要扭下来。柳如烟，你嫁给我，只是因为季伯达不要你了，对吗？贺强的声音低沉压抑，眼神像是冷冽的刀刃，直直地刺进我的心脏。我愣住了，这一幕好熟悉，脑中猛然闪过前世的记忆，这就是我们婚姻破裂的开始。当时的我沉默不语，试图用不解释来让他主动信任我，结果却让我们一步步走向离婚的深渊。而当我终于想明白一切时，我早已失去了他。不，这一次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。我猛地回过神，毫不犹豫地扑过去，一把抱住他的腰，把脸埋进他的胸膛里，声音带着浓浓的委屈：老公，我发誓，我超级爱你。贺强的身体微微僵了一下，耳边传来他有些迟疑的声音：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超级爱你。我仰起头，眼里噙满泪水，双手紧紧抓住他的衣襟，生怕他会从我手中逃走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每天都在想怎么让你爱上我，怎么让你对我们的婚姻有信心，结果你居然说我把你当替代品。老公，你知道这对我来说有多伤人吗？我吸了吸鼻子，死死盯着他，一副你敢不信我就立刻哭给你看的模样。贺强，他明显被我的变化弄懵了，甚至有点不知所措，原本冰冷的神情开始出现裂痕。他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看着我红住眼的样子，硬生生把话吞了回去。我才没有拿你当替代品。我继续抱怨，越说越气，谁会因为一个男人不要自己，就随便嫁给另一个男人啊？我是有这么廉价吗？如果我真的不爱你，我干嘛要天天陪你吃饭，陪你加班，给你买你爱吃的那家煎饼果子？贺强抿了抿唇，表情有些松动，但还是莫说话。我一看他这态度，心里的病娇因子开始躁动，干脆更进一步，直接抱住他的腰不放，还用力蹭了蹭。老公，你要怎样才肯相信我是真的爱你？你冷静一点。贺强低头看着被我死死缠住的自己，语气透着一丝无奈。柳如烟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变成怎样？我眨眨眼，一脸无辜。变得更爱你了吗？贺强的太阳穴跳了跳，似乎是在忍耐什么。哼，反正这次我不会再让你离开了。我咬住牙，眼神带着执拗的光。如果你敢说要离开我，我就把你锁起来，天天亲你100遍，让你只能看着我。贺强的表情微妙起来，似乎有点想逃。我立刻抱得更紧，不准跑。短短几分钟，气氛从刚开始的冷漠决裂，变成了现在这种诡异又滑稽的场面。贺强原本是想质问我的，结果现在却变成我死死赖住他不放，还一脸理直气壮，而且他的耳朵好像有点红了。好耶，进展顺利。我眼珠一转，干脆更进一步，踮起脚尖，凑到他耳边低语：老公，亲一下，就当是和好礼物，好不好？柳如烟，贺强彻底绷不住了，耳根爆红，伸手想把我从他身上扒下来，但我紧紧扒着他不放，死缠烂打模式正式启动。这一次，就算他想逃，我也绝对不会再放手。重生后的第一步，成功抱住老公大腿，但这还不够，我要确保贺强这辈子眼里只有我，谁都不能跟我抢。所以，当我看到贺强在公司楼下跟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事说话时，我的病娇雷达瞬间拉响警报。老公，你在干嘛？我笑着走过去，语气软软的，可是心里已经开始盘算，这女人是谁？敢勾搭我老公？要不要让她从公司消失？贺强回头看到是我，明显愣了一下。你怎么来了？女同事好奇地看了我一眼，礼貌地问：贺总，这是？我直接伸手搂住贺强的手臂，嘴角笑得甜甜的。我是他老婆啊，贺太太好。女同事礼貌一笑，还想继续说点什么，但我已经不耐烦了。
直接语气一转：“你跟我老公说什么呢？工作上的事吗？可不能聊太久哦，影响你们工作效率就不好了。”贺强，女同事，气氛瞬间变得微妙起来。贺强看着我，似乎是有点无奈。柳如烟，你又发什么神经？我眨了眨眼，一脸无辜。我哪有？我只是来看看你啊。谁让你来的？我自己来的。我抱着他的手臂晃了晃，撒娇道：“谁让你今天早上没亲我就出门？我好伤心，只能来找你补回来了。”女同事，贺强，我偷偷瞥了那女同事一眼，她的脸色微微变了变，显然是被我这突如其来的发言弄懵了。很好，这才是我想要的效果。这时候，贺强终于按耐不住，把我从他身上扒下来，低声道：“柳如烟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来找你。”我笑得天真烂漫，但我的眼神却已经在评估这女同事的威胁值，要不要让她辞职。行了，别闹了，回家去。贺强语气里透着无奈，但我哪那么好打发？我直接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不行，你这么帅，怎么能让其他女人觊觎？我要时刻盯着你，确保你不会被拐跑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进行全天候老公监视计划，你去哪里，我就跟到哪里。你跟谁说话，我都要审核。你这辈子只能是我的，谁也别想抢。”柳如烟，贺强终于忍不住了，额角青筋直跳，一副快被我气死的样子。但我根本不怕，继续撒娇抱着他：“老公，亲一个吗？这样我就回去了，滚！”嘤，你好凶哦，我赖着不走。贺强气得不行，但最终还是拿我没办法。而那个女同事早已悄悄的后退，然后逃跑了。哼，这才是我的真正目的。老公，这辈子你只能属于我。这几天，我的全天候老公监视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，不管贺强去哪里，我都能准确无误地跟上，让所有潜在的情敌知难而退。但是这还不够，我必须想个办法，让他彻底属于我，这样才万无一失。经过深思熟虑后，我终于找到了最完美的解决方案：手铐。只要用手铐把我们铐在一起，那他就永远跑不掉了。这计划实在是天才级别的，连我自己都佩服自己的聪明才智。于是，当贺强准备出门上班时，我立刻冲上去，兴奋地抓住他的手：“老公，来，给你看个好东西。”他皱眉，疑惑地看着我：“什么？”我得意地拿出一副闪闪发亮的银色手铐，晃了晃：“这是我们的定情手铐。”贺强，你说什么？我们来试试看吧。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手铐，迅速铐住自己的手腕，然后咔嗒一声，另一端铐在他的手上。完美，计划成功。我开心地抬头，期待地看着他：“老公，这样我们就永远在一起了。”贺强低头看了看被铐住的手，额角的青筋几乎快要爆炸。柳如烟，你有病！哎呀，你不要这么冷漠嘛，这样才能证明我们的爱有多坚定啊！放开！他的语气已经冷到极点。我摇头，不放。柳如烟，给我解开！他忍无可忍地瞪着我，语气里带着威胁，但我完全不怕，反而笑得更开心。老公，你敢再凶我，我就把钥匙丢喽！贺强的眼神瞬间变了，像是在怀疑人生。你该不会真的这么疯吧？我一本正经地点点头，当然啊，我爱你吗？我抱着他的手臂撒娇：“老公，这样我们不管去哪里，都能一起行动，好浪漫的，对不对？”这叫浪漫？贺强气笑了。柳如烟，你这是绑架！哎呀，绑架老公怎么能叫绑架呢？我甜甜的笑，这叫爱的束缚。你疯了！贺强深吸一口气，似乎在压制自己的脾气。柳如烟，最后一次机会，快解开！我故意皱眉，做事摸了摸口袋，啊，惨了，好像真的找不到钥匙了。贺强的眼神瞬间冷到极点，身上散发出浓浓的危险气息。骗你的啦！我立刻笑嘻嘻的从口袋里掏出钥匙，来嘛，亲一个我就帮你解开。你不想活了，那我不解啰。柳如烟，好啦，逗你的啦。我终于心满意足的打开手铐，免得这男人真的气到想掐死我。虽然这次计划没有完全成功，但没关系，我还有更疯狂的下一步。这辈子，贺强，你别想逃。绑住老公的计划失败了，但没关系，控制老公的行动，不如先控制他的社交。这天早上，贺强坐在沙发上，正在认真地回复手机讯息，而我正在偷偷监视他。我悄悄探头，发现他的手机荧幕上跳出了好几条未读讯息，还是来自同一个名字叫小周的人。小周？谁啊？我心里瞬间警铃大作，表情阴沉了下来。老公，你在跟谁聊天？我语气软软的，表面上风平浪静，
内心早已波涛汹涌。贺强头也莫抬，淡淡回道：“工作上的事，工作。”我才不信，让我看看嘛！我撒娇地凑过去，伸手就想抢他的手机，但贺强像是早有预料，一个闪身躲开，继续淡定地回复讯息：“柳如烟，你能不能有点正事？这不是正事吗？”我眼睛一眯，语气酸溜溜：“你每天这么忙，是不是工作比老婆还重要？”贺强闻言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似笑非笑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我想说，我一脸无辜地眨了眨眼，然后一把夺过他的手机，举高。贺强，老公，这手机不能要了。我故作严肃地说：“你天天对着这玩意，万一里面藏着什么狐狸精呢？”柳如烟，你把手机还给我。贺强语气冷了几分，明显有些不耐烦。不行，我毫不犹豫地拒绝，目光在他的手机和地板之间来回打量，心里闪过一个惊天妙计，只要手机没了，他就不能回别的女人讯息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握紧手机，做事要往地上砸。柳如烟，贺强的语气骤然拔高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我停住动作，偷偷看了他一眼，只见贺强的额角青筋直跳，似乎已经到了忍耐的边缘。我咽了咽口水，考虑要不要先跑路，毕竟这男人现在的表情真的很像要杀人。但是不行，作为病娇界的顶级选手，我怎么能被一个眼神就吓退？于是我硬着头皮清了清嗓子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老公，你自己选，是手机重要，还是我重要？”贺强他死死盯着我，过了几秒，竟然忽然冷笑了一声：“柳如烟，你敢砸试试？你不信？”我嘴角一勾，做事真的要往地上一摔，结果下一秒，贺强猛地扑过来，直接把我压在沙发上，一把夺回手机。啊！我惊呼一声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他的身体禁锢在沙发上，双手动弹不得。贺强脸色阴沉，低头看着我，语气警告：“柳如烟，你给我适可而止。”我没有啊！我睁着无辜的大眼睛，眨了眨。没有人能管住我，包括你。贺强语气冷淡。我撅起嘴，我只是怕你被坏女人骗了吗？柳如烟，我工作上的人员联系，你能不能别胡闹？不能，我斩钉截铁地说。除非你每天只能回我的讯息。贺强他狠狠瞪了我一眼，似乎已经放弃跟我讲道理，直接从我身上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衣服，冷声道：“以后少做这种无聊的事。那你答应我，以后不跟别的女人聊天，你沉默就是默认了哦。”柳如烟，贺强的怒吼响彻整个客厅，而我则是美滋滋的抱着靠枕，一脸胜利者的微笑。哼，这辈子我才是他的唯一，谁也别想跟我抢。虽然砸手机计划失败了，但没关系，我还有死缠烂打计划。反正我已经重生了，这辈子就是要让贺强知道，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比我更爱他。于是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跟他形影不离，他去哪，我就去哪。第一天，贺强去公司，老公，我笑嘻嘻的站在他办公室门口。午餐时间到了，我们一起吃饭吧。贺强看了我一眼，皱眉：“你怎么又来公司？”“因为我想你啊。”我直接抱住他的手臂撒娇。人家可是特地来陪你的呢，你不用上班？不用啊，这辈子我的工作就是守着你。贺强，办公室里的助理们偷偷窃窃私语。天啊，贺总的太太每天都来陪他演，也太黏了吧？这是真爱吗？说不定贺总喜欢这种。贺强听见这些议论，脸色黑了几分，冷冷开口：“午休结束前，马上回家。”不嘛，我直接抱紧他的手臂，理直气壮：“你还没答应陪我吃饭呢。”柳如烟，老公，最后我成功坐在他的办公室里，和他共进午餐。哼，我可是死缠烂打大师，谁能比我更爱他？第二天，贺强和朋友约饭局，老公，我一屁股坐在他身边。你怎么不带我一起？你跟来干嘛？陪你啊，这是我的私人聚会，你不适合。什么私人不私人？我是你老婆，哪有什么不适合的？贺强深吸一口气，试图压制怒气。柳如烟，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私人空间？不能，我果断摇头。这辈子我就要黏着你，你休想丢下我。这时候，贺强的朋友看着我们，笑了笑。贺强，你老婆还真是热情啊。贺强，热情是疯狂吧？饭局结束后，我还不忘把他的衣服拉住，一脸委屈：“老公，你是不是嫌我烦？”贺强语气无奈：“你不觉得自己很烦吗？”不觉得啊，我骄傲地挺起胸膛。这叫爱。贺强终于放弃了抵抗，默认了我的死缠烂打。第三天，贺强想去健身房，老公，带我一起。你不是不运动？没关系，我可以坐在旁边看你。于是，
健身房里出现了一个奇景，所有男人都在举铁、跑步、做核心训练，只有我坐在贺强旁边，双手托腮，眼神痴迷地盯着他。哇，老公的肌肉真好看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帅？天啊，我要流鼻血了！老公，你今天汗好多哦，要不要我帮你擦擦？贺强，健身房的教练，贺总，你太太是不是太爱你了？贺强，她不是爱，是病。但不管他怎么无视我，我依然锲而不舍地盯着他，眼神闪闪发光。这辈子我就要当他的头号跟踪狂。当晚，贺强终于忍不住在家里警告我：柳如烟，你这样缠着我，真的不累吗？我靠在他怀里，语气超级无辜：不累啊，谁叫我这么爱你呢？老公，你不觉得这样很好吗？你去哪里，我就跟到哪里，你做什么，我都陪着你。贺强无语，低头看着我，语气压抑：你就不能给我一点自由？不能。我果断摇头，这辈子你只能是我的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显然已经对我彻底无语，最后居然直接拉起棉被，把自己蒙起来，不再搭理我。哼，这是放弃挣扎的表现。成功！我的死缠烂打计划进展顺利，再过不久，我就能把他彻底变成我的人了。我的死缠烂打计划进展顺利，贺强虽然表面上冷漠，实际上已经开始习惯我的存在了，但这还不够，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，贺强是我的，谁都不能觊觎。所以，我想出了一个更疯狂的计划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公开告白。这天，我特意选了个黄道吉日，穿上最美的裙子，画上精致的妆容，然后直接跑到贺强公司楼下，举起了一条超大横幅，上面写着：贺强，我爱你，你永远只能是我的老公，不准跟别的女人说话，老婆最美，老婆最棒，老婆最可爱。这条纯粹是为了自我满足。当贺强从公司出来，看到这一幕时，他的脸色瞬间黑了，而我则是满脸灿烂的笑容，拿起麦克风，用全世界都听得到的音量大声喊：贺强，我爱你，你愿意再爱我一次吗？如果愿意的话，就亲我一下。公司门口顿时炸开了锅，所有同事，所有路人，贺强，全场寂静3秒后，开始议论纷纷。天啊，那个是贺总的太太吧？这也太疯狂了吧！公开表白，这是求婚现场吗？贺总不会真的亲下去吧？贺强的脸色黑得能滴出墨来，他快步走过来，压低声音：柳如烟，你到底在发什么疯？我没有发疯啊，我一脸无辜的看着他，我只是想让全世界知道，我超爱你。贺强的太阳穴突直跳，你马上给我把这些东西撤了。不行，我果断摇头，你不亲我一下，我就不撤。老公来嘛，亲我一下嘛。我撒娇的抱住他的手臂，在他耳边小声补充：你要是不亲，我就再喊大声一点。柳如烟，贺强低声警告，语气里透着压抑的怒火。但我才不怕，我眼睛一眯，做事要再度拿起麦克风：你不亲，我就……话还没说完，贺强突然伸手捏住我的下巴，低头就狠狠地吻了上来。全场所有人目瞪口呆，看住贺强毫不犹豫地吻住我，甚至旋有点用力。我一开始还懵了一下，接着心里瞬间开出一大片烟花，甜到要飞起来。老公居然真的亲我了，这是什么意外收获？他终于开始接受我的病娇是爱情了吗？大约过了几秒，贺强才松开我，脸色冰冷，眼神压抑地盯着我，语气低哑：够了吗？我捂着嘴，愣愣地点点头。他冷冷地瞥了我一眼，然后转身就走，像是要赶快逃离这里。但他的耳朵红透了，哼，嘴上冷漠，身体却很诚实吗？当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满脸幸福的翻滚。老公亲我了，而且还是在公开场合。他一定是害羞了，才会故意板着脸。我正开心地回味着今天的战果，突然，房门被推开，贺强站在门口，眼神危险地看着我。你很开心？他的语气冷得不像话。当然啊，我甜甜一笑。这可是我们的定情之吻。贺强深吸一口气，压着怒气：柳如烟，你最好适可而止。才不要！我一脸骄傲，这辈子我就要黏着你。怎么样？你咬我啊？贺强的眼神瞬间变得危险。等等，你该不会真的想咬我吧？我意识到不对劲，立刻往后缩。贺强冷笑：你自己说的。下一秒，他突然扑过来，把我按进被子里，语气低哑：这辈子你自找的。好像有点玩过头了。昨天，贺强在公开场合亲了我，
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我战略性胜利。虽然他嘴上还是不承认，但身体已经开始诚实了。所以，按照这个趋势，我只要再努力一点，就能让他对我彻底死心塌地。结果今天一早，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贺强不在，他的行李也不见了。这男人想干嘛？落跑？他居然敢不告而别！我立刻打开手机，拨打贺强的号码，结果电话响了2声后被挂断了。我不信邪，又打了一次，结果这次直接传来机械音：“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”我这狗男人居然敢关机！他真的想逃，我气得差点把手机砸了。忍着怒火，立刻开始动用各种病娇专属技能。第一步，联络他的秘书。喂，小张，你家贺总呢？秘书的声音带着几分心虚。贺总今天有事出差了。出差？我冷笑了一声。去哪了？这个你再不说，我就直接杀去公司问。贺总今天早上搭飞机去高雄了。高雄？好啊。贺强，你居然不跟我说一声就跑了？行，那我就去抓人。3个小时后，我出现在高雄机场。我已经提前查好了贺强入住的酒店，并直接杀到他房间门口。叩叩，我优雅地敲了敲门，嘴角挂着一抹甜美的微笑。里面传来熟悉的声音：“谁？”惊喜由我笑盈盈地说。房间里沉默了几秒，然后门被打开，贺强站在门口，看到我时，表情瞬间变得异常复杂。柳如烟，没错，就是我。我直接一脚踏进房间，动作行云流水，顺手把门反锁，然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交叉双腿，满脸笑容地看着他。老公，你这是想抛弃我吗？贺强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觉得呢？我不答反问，双手抱胸。我刚醒来就发现你不见了，你居然连招呼都不打就跑了。你说，你是不是想抛妻弃子？哪来的弃子？贺强扶额，语气无奈。哼，反正我不管，你去哪我就去哪。柳如烟，你这样很疯狂。我知道啊，我点头，一脸理所当然。但这就是爱啊！你不是出差吗？我扫了一眼房间，看起来根本不像在谈工作，反而像是度假。你该不会是想逃离我，来这里清静吧？贺强抿了抿唇，没说话。他的沉默就是默认。我瞪大眼睛，瞬间炸毛。贺强，你居然真的想逃？你休想！我咬牙切齿，这辈子你都别想摆脱我。贺强长长的叹了口气，似乎彻底放弃跟我讲道理，揉了揉眉心，语气透着无奈。你这摩根过来，没人管你吗？没人能管住我，我理直气壮。你才是唯一能管住我的人。所以，老公，你快点接受现实吧。当晚，贺强无论去哪，我都死死的跟着他，甚至连上个洗手间都守在门口。柳如烟，你还要跟到什么时候？他终于忍无可忍，一辈子。我笑嘻嘻的回答。你去哪，我就去哪。贺强深吸一口气，语气透着压抑的怒火。你是不是没救了？没救了。我点头，因为我这辈子就只爱你。老公来嘛，给我抱抱。滚！你越凶，我越喜欢。柳如烟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直接霸占了贺强的床，赖住不肯走。柳如烟，你自己订的房间呢？贺强语气低沉。退了。我撒娇的抱住他的腰，这样我才能跟你睡啊。贺强的脸色完全黑了。你能不能正常一点？不能。你再这样，我真的会生气。那你生气吧，反正我不会走。贺强深吸一口气，似乎已经彻底放弃抵抗，最后躺回床上，直接转身背对着我。但我哪可能让他逃？我直接贴上去，抱住他的腰，死死不放。柳如烟，乖了，我抱着你睡，比较有安全感。这辈子。贺强，你想跑？莫门！贺强已经彻底放弃挣扎了。自从我在高雄抓人成功后，他已经懒得再试图摆脱我，甚至连冷漠都懒得装了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我的驯服老公计划已经进入下一阶段，让他习惯我的存在。习惯到没有，我就活不下去。这天，我正在陪贺强出席一场商业晚宴，这种场合我过去没少参加，但这次不同，因为我现在是个病娇，而且是个粘人精。所以当贺强刚进场，一群千金名媛就围上来，试图和他攀谈的时候，我当场气笑了。这些女人知不知道他是我的？于是我当机立断，直接挽住贺强的手臂，笑得甜美又骄傲。不好意思，我家老公有社交恐惧症，不太会和陌生人说话。贺强，那些千金名媛，场面瞬间安静了3秒钟。接着有人疑惑地问，贺总有社交恐惧症？当然有啊，我一本正经的点头。
他超级害羞的，平时见到陌生女人都不敢说话。贺强，所以啊，你们还是不要为难他了。我揽住贺强的腰，把他往我怀里一搂，他只敢跟我讲话呢。千金名媛们，贺强，全场寂静无声。这时候，我的病娇雷达突然发现，有个女人站得特别近，她的眼神居然敢含情脉脉地盯着我老公。好啊，这是当着我的面勾引我男人。行，我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做占有欲的顶端捕食者。我甜甜一笑，伸手就给贺强戴上了一个闪亮亮的情侣手链。老公，这是我特别定制的手链哦。我撒娇地说，上面刻了柳如烟的专属品。那女人脸色微微一变，贺总，这是我老婆乱来，别理她。贺强语气低沉，明显有些无奈。我立刻不乐意了，什么叫乱来？这是爱的见证。老公，你说对不对？我仰头看着贺强，眼神带着威胁。贺强，他似乎是在极力压抑自己的脾气，最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才冷冷地说，随便你。哇，老公你最好了。我开心地抱住他的手臂，把头靠在他肩膀上，这辈子你只能是我的。那女人的表情瞬间僵住，嘴角微微抽搐，然后默默地后退了一步。哼，这才对嘛，想跟我抢男人，门都没有。晚宴结束后，贺强一上车，脸色就黑了。柳如烟，你到底还想胡闹到什么时候？我哪有胡闹，我一本正经地说，我只是在确保我的财产不被人盯上。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财产？从我们结婚的那一刻起啊，我理直气壮地回答。法律上也是这么认定的哦。贺强揉了揉眉心，语气里透着无奈。柳如烟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正常一点？老公，病娇是不会变正常的。我笑得甜美无比，而且这就是我的爱啊。好啦，别生气了嘛。我靠过去，直接把头枕在他的肩膀上。你再怎么生气，这辈子都别想甩掉我哦。贺强沉默了几秒，最后叹了口气，似乎已经放弃了跟我争论。随便你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知道我成功了。贺强已经习惯了我的存在，这是病娇驯夫计划的重要里程碑。接下来我要让他习惯我，爱上我，最后无法离开我。哼哼，这辈子贺强你逃不掉了。这几天我明显感觉到贺强的态度变了，虽然他还是嘴硬不承认，但他的行动已经开始泄露一切。比如当我撒娇要他陪我吃饭时，他虽然叹气，却还是默默地把筷子递给我。当我故意装作脚扭伤，他虽然皱眉嫌弃，却还是蹲下来帮我揉脚踝。当我走在马路上，他虽然没说话，却总是下意识地把我护在内侧。这还不明显吗？这男人根本就爱死我了，可是他就是不肯承认，还天天装出一副我很冷漠，我不动心的模样。行，今天我就要让他亲口承认爱我。老公，我满脸笑容地凑到贺强身边，抱着他的手臂撒娇，你是不是很爱我？贺强看都不看我，淡淡道，没有，真的，我不死心。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对谁都这样。哦，我冷笑了一声，立刻掏出事先准备好的证据，爱柳如烟保证书。这是我连夜做好的契约书，内容如下：本人贺强自愿承认对柳如烟的爱，并保证此生此世不变心，否则自愿洗衣做饭一辈子。底下还有专门留给他的签名栏。贺强看到这张纸，眉头狠狠地跳了一下，脸色瞬间黑了。柳如烟，你这又是哪出？老公，签字吧。我满脸期待，这样我们的爱就有法律效力了。贺强看住那张纸，嘴角微微抽搐，语气里透着浓浓的无奈。柳如烟，你这是诈欺？哪有，我睁着无辜的大眼睛，这明明是爱的见证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，我不签。你不签，我眯起眼睛，那你就是心虚了。如果你真的不爱我，那就签下来啊。怎么害怕了？不敢签？贺强深吸一口气，显然已经开始后悔为什么要跟我讲道理。最后他干脆冷冷地瞥了我一眼，一把将那张爱的契约书抢走，直接撕成两半。柳如烟，你清醒一点。他的语气低沉，这辈子我不可能被你这种幼稚的把戏骗到。他说得很坚决，语气冷淡，可是他的耳朵红了。这男人在嘴硬。好啊，你不承认是吧？我挑眉，眼神里闪过一抹狡黠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让你亲身体验什么叫做爱上我却不自知。于是当晚我决定使出最后的杀手锏，冷淡战略。晚上贺强照例坐在书房加班，而我破天荒的没有去黏着他，饭也莫给他盛，谁也莫给他倒，
甚至连好晚安的抱抱都没有。果然，过了几个小时后，他从书房走出来，皱着眉头问：“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？”我理直气壮，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对你死缠烂打了。贺强微微一愣：“什么？”我想通了，我语气淡淡：“你既然不爱我，那我也应该学会放下。”贺强的眉头皱得更深了。所以，以后我不会再缠着你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和你保持距离。结果，短短不到10分钟，我就看见贺强的脸色有点不对劲了。他坐在沙发上，看起来若有所思，眼神有点阴郁。接着，他试探性的开口：“你认真的？”“当然认真。以后我不会再强迫你对我好，也不会再对你死缠烂打了。”我语气坚定，但心里却已经偷偷开始倒数计时。3、2、1，柳如烟。贺强终于忍不住了，直接站起来，伸手把我一把拉到怀里，语气里带着一丝隐隐的恼怒：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成功调出来了。”“哈哈，你不是说不在乎我吗？”我仰头看着他，故意露出一副受伤的表情。“那你现在这么激动干什么？”贺强瞪着我，眼神像是被拆穿秘密的人，带住些许不知所措。他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“老公，承认吧。”我勾起他的下巴，压低声音：“你就是爱我，才会这么在意我，不然的话，你现在应该觉得解脱，而不是这么焦躁。”贺强沉默了一会儿，最后别开视线，语气极低地说：“你爱怎么想，就怎么想吧。”这话的意思就是他间接承认了，这辈子，贺强，你完了。我说过的，你不可能逃出我的手掌心。我的星号逼老公承认爱我计划取得了阶段性胜利。星号。贺强虽然嘴上还是死不承认，但他的反应已经完全暴露了。他在意我，非常在意我，但是我还不满足，我不能让他只是在意，我要让他完全离不开我。这辈子，我要让他对我产生不可逆的依赖。于是，我决定采取星号心理攻势。星号。这天早上，贺强刚从房间走出来，就看到我坐在餐桌前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他微微皱眉，随口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我抬起头，看着他，语气悠悠：“老公，我昨晚做了一个梦。”贺强眯起眼睛，显然对我的梦境不感兴趣，但还是耐着性子问：“梦到什么？”我咬着下唇，故意露出一副受伤的表情：“我梦见你不要我了，你有了新欢。”然后当着我的面，拉住那个女人的手，还亲了她。贺强额角青筋微微跳了跳：“柳如烟，你是默事干了吗？我很难过吗？”我一脸委屈，语气可怜巴巴：“梦里的你好残忍，还说我缠着你很烦，让我彻底滚出你的世界。”贺强脸色一僵，眼神微微晃了一下，然后你知道吗？我故意炖了毒，语气越来越低落。我在梦里哭了好久，结果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真的在流泪。老公，你真的不会抛弃我吧？我说完后，抬起头，用最可怜、最无助的眼神看着他。贺强明显愣了一下，像是没料到我会突然来这么一招。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嘴唇微动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最后还是莫开口。我见状，心里偷笑，嘴上却继续加强攻势。如果哪天你真的不要我了，我应该会活不下去吧？柳如烟，他语气骤然变冷，眼神也变得犀利起来。你少说这种话。我眨眨眼，语气可怜，可是我真的这么想啊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似乎想压住某种情绪。你这样很病态。是啊，我就是病娇啊。我笑得无比骄傲，病娇的爱情就是这样的。他似乎被我气得无话可说，表情阴晴不定，最后干脆拉开椅子，坐下来开始吃早餐，不再搭理我。但是他的耳朵红了，这就是我的胜利。这一天，贺强明显心不在焉。他在开会时，无意间打翻了咖啡；他在开车时，居然开错了方向；他在看文件时，手竟然微微颤抖了一下。如果是以前的贺强，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我的话影响到他了。晚上，他回到家，看到我时，眼神里闪过了一丝复杂的情绪。我装作没发现，继续一脸天真的样子：“老公，你今天累不累？”还行。他的语气少了往日的冷漠，反而多了一点温和。那我帮你按按摩。不用。来嘛。我笑嘻嘻的凑过去，直接拉住他的手，强行把他按在沙发上，然后坐到他腿上，开始帮他揉肩膀。柳如烟，贺强一瞬间僵住，像是没想到我会这么大胆。你给我起来。不要。我摇摇头，语气理直气壮。你不是累了吗？我帮你按按。他似乎已经习惯了我的胡闹，最终还是没有再挣扎，
任由我帮他按肩膀，但是他的心跳好像加快了。我悄悄贴近他的胸口，果然听到了比平时更快的心跳声。这男人还想装冷漠。过了几秒，我故意低声问：“老公，你真的一点都不爱我吗？”他呼吸微顿，没有立刻回答。我趁机进一步靠近，贴着他的耳边，用最温柔的声音说：“你如果不爱我，怎么会让我这样对你？你的耳朵红了哦，你的心跳变快了哦，柳如烟，你给我闭嘴！”他的语气低哑，像是在极力压制某种情绪。可是，我就喜欢看到你动心的样子。我故意笑得无比灿烂，这说明你根本离不开我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低头看着我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无奈，最后语气极低地说：“柳如烟，你这样真的很可怕。”谢谢夸奖，我笑嘻嘻地抱住他的脖子，眼底满是狡黠。但你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可怕了，不是吗？他没有反驳，这代表他承认了。这辈子，贺强，你输定了。我原本以为我的星号驯服老公计划星号已经进展顺利，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，最多再过1个月，贺强就会彻底臣服于我的病娇式爱情之下。结果老天爷突然给我来了一记重拳打击。这天，我正在家里研究如何让男人更加离不开自己的108种方法，结果突然收到了一条匿名讯息：“柳如烟，你知道贺强最讨厌你的点是什么吗？”我愣了一下，还没来得及回复，对方又发来了一条讯息：“他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你。”我脸色瞬间冷了下来，这是谁？居然敢挑拨我和贺强！我立刻回了一条讯息：“有话直说，别搞这种无聊的匿名游戏。”对方很快又回了一条，他跟我说过，他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你的自以为是的爱。你以为你对他好，他就会回应你的感情？柳如烟，你是不是活得太天真了？他只是厌倦了，才懒得反抗你的行为。一旦他找到机会，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甩掉你。你就等着看吧。我握紧手机，手指因为太过用力，骨节微泛白。这是谁？为什么这么清楚贺强的想法？最重要的是，这些话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我的脑海里突然开始回忆起这段时间贺强的态度。他虽然没再像以前那样抗拒我，甚至有时候还会顺从我的行动，但他真的喜欢我吗？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厌倦了我，会不会真的甩掉我？不行，这绝对不行。当晚，我蹲在贺强下班必经的路口，准备当场审问他。终于，目标出现了。贺强一身西装笔挺，气质冷峻，走在人群里依旧十分醒目。但是我没心情欣赏他的美貌，因为我的脑袋里只有一个问题：这个男人到底爱不爱我？如果真的不爱，那我是不是该直接把他绑起来？我脑中开始闪过各种疯狂的计划，但还没想好具体怎么做，贺强就已经发现了我的存在，眉头微微皱起。柳如烟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强行压住情绪，努力挤出一个笑容。老公，我来接你下班呀。你又发什么疯？他语气无奈，显然已经习惯了我的各种惊喜行动。没发疯，我笑着挽住他的手臂，只是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仰头看着他，目光灼灼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厌倦我了，会不会毫不犹豫地甩掉我？贺强的脚步一读，神情微微一变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试图从他的表情里找出任何一丝犹豫或心虚，但是他却只是沉默了一下，然后淡淡的开口：“柳如烟，你哪来的这种问题？你先回答我。”我固执的问道：“你到底会不会？”贺强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他做了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动作，他伸出手，轻轻地揉了揉我的头发。你觉得呢？他的声音低沉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。我愣住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这是在安抚我，还是在模糊回答他到底爱不爱我？老公，你回答的好模糊。我忍不住追问。你这样不行的，你要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。柳如烟，他轻轻叹了一口气，目光深深地看着我。如果我要甩掉你，现在还会站在这里陪你在路边聊这些话吗？不，等一下，这话听起来怎么有点像在变相承认？那你是不是承认你其实离不开我？我立刻抓住机会，语气兴奋地问道。贺强的脸色微变，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。过了几秒，他别开视线，我什么都没说。哼，嘴硬，我直接搂住他的腰，满脸得意。没关系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会让你亲口对我说我爱你的。走吧，老公，我们回家。柳如烟，你别乱来。我没乱来啊，我是在合理占有我的老公。当晚，我躺在床上，满脸灿烂的笑容，
虽然今天收到了那条奇怪的匿名讯息，但从贺强的反应来看，他至少还没有真正想甩掉我。而且，他刚才那句话，简直比任何告白都更让我心动。嘿嘿，等着吧，贺强，这辈子我一定会让你对我死心塌地。无法自拔。最近的事情让我越来越警惕。先是那条匿名讯息，试图挑拨我和贺强的关系，结果我一个撒娇赖皮，轻松反将一军，让贺强的心房崩溃得更快了。但这还不够，我知道绝对有人在背后搞事，所以我决定主动出击。这天晚上，我准备偷偷查查那条匿名讯息的来源，看看是谁敢在背后搞鬼。结果我还没来得及查，就被人盯上了。当我走在回家的巷子里时，突然有几个男人从暗处冒了出来，把我围了起来。哟，这不是柳家大小姐吗？听说最近一直在缠着贺强，怎么样？你老公不在身边，害不害怕？这是找茬的。我第一反应不是害怕，而是烦躁。这些人该不会是某个对贺强有兴趣的狐狸精派来的吧？让开！我语气冷淡，不想浪费时间。但这群人显然莫打算放我走。为首的男人笑得猥琐。大小姐，你不是很喜欢跟男人亲密吗？今天就让我们来陪陪你。哦，死定了！不，他们死定了！砰！我直接一脚踹翻了最前面的男人，随后抓起旁边的砖头，朝另一个人的头上砸去。想动我？我冷笑一声。你们算什么东西？这群人显然没想到我一个大小姐动手这么狠。操！这女人还敢还手！给我上！几个男人朝我冲过来，我灵活的闪身躲开，顺势抓起一根木棍，对着他们的膝盖狠狠扫过去。啊！这女人下手太狠了！妈的！快点抓住她！砰！就在这时，巷口突然传来一声猛烈的撞击声，一辆熟悉的黑色车子骤然停在路边。紧接着，一道修长的身影快步走了过来。贺强！他脸色阴沉，眼神冰冷至极，语气低沉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贺总。那些人瞬间慌了。贺强看都不看他们，径直走向我，皱着眉打量着我：“你没事吧，老公？”我立刻撒娇地扑进他怀里，双手抱紧他的腰，语气委屈：“你再晚来一点，我就要被欺负了。”贺强的手僵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这么直接，但还是顺势搂住了我的肩膀。他抬起头，目光如刀般扫过那群男人，语气冷到极点：“谁动他了？”贺总，误会，我们只是跪下道歉。他的声音不大，却带着无可置疑的压迫感。那些人被他的气势震慑，面面相觑，最后还是乖乖的跪了下来。柳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们不该拦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也是听命行事，求你放我们一马。我冷笑：“哦，这么快就服软了？是，我们错了。”哼！我抱着贺强的手臂，语气娇娇地说：“老公，我受到了惊吓，怎么办？”贺强低头看了我一眼，眸色幽深，想怎么办？我理直气壮，当然是补偿我，比如今晚抱着我睡。柳如烟，他的语气低沉警告：“你别得寸进尺。”可我真的很害怕吗？我抱着他的腰，撒娇程度直接拉满。万一以后我走在路上，还有坏人来欺负我怎么办？老公，你是不是该保护我一辈子？贺强沉默了一下，然后淡淡的开口：“回车上。”我愣了愣：“啊，我送你回家？”哦，嘿嘿，这魔听话，果然是开始心疼我了吧？回家的路上，贺强明显比平时更加沉默。我偷偷瞄了他一眼，发现他的手一直紧紧地握着方向盘，指节泛白，显然还在憋着怒火。他生气了，不过他不是对我生气，而是对那些人。这是不是意味着他越来越在意我了？嘿嘿，这是个好信号。我趁机凑过去，抓住他的手臂，小声说：“老公，你是不是很担心我？”贺强没说话，却没有甩开我的手。我眼神一亮，果断得寸进尺，直接抱住他的胳膊不放。老公，你要不要干脆当我的贴身保镖啊？每天24小时陪着我，保护我。然后柳如烟，你闭嘴。哎呀，你害羞了。回到家后，我心情超级愉快，因为今天是个大胜利，不仅让贺强主动来救我，还是探出了他对我的在意程度。这辈子，贺强，你是逃不掉的。从我重生那天起，我就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，让贺强爱上我，爱得无可自拔，爱的失去我就会痛苦到窒息。现在，我敢说，这个目标已经完成了70%。经过连续不间断的病娇式缠绕、撒娇轰炸、公开求亲，假装梦见他抛弃我还哭到失眠，
他已经从最初的逃避、防备、愤怒，转变成无奈、妥协，然后是习惯，而习惯是爱的前奏。这天早上，我一如往常地醒来，然后看到贺强还在我身边躺着，而且他没醒。平时他总是起得比我早，今天居然还在，我心里一阵小雀跃。趁他没醒，偷亲一口先。我凑近他的脸颊，小声的念了句亲一个才有好运，然后揪得亲上去。结果下一秒醒着呢，我刚想逃，结果一只手从棉被里伸出来，一把抓住我的腰。柳如烟，你这女人能不能不要这模，早就骚扰人。我赖皮的笑了，早安亲亲是夫妻日常啊，不亲一下？我整天都没电力了。那就没电力吧。贺强翻身把我压住，冷冷说道：老公，我觉得你这句话的语气不太像真正拒绝我的人哦。我眨着眼睛看他，他皱了皱眉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最后还是轻声道了一句早安。贺强，你居然主动说早安了，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已经爱上我了？他沉默，你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。我笑得像个缸中乐透的人一样。来，我们来拟一份恋爱进度表吧。柳如烟，你能不能安静2分钟？不行，因为我太幸福了。中午时分，我又趁他开会时送饭进办公室。助理愣了一下，贺太太，您又来了。你说什么叫又？这叫每天都该有。我挺胸回答，然后推门而入。老公吃饭了。我笑得跟小太阳似的走过去，把便当盒放在桌上。贺强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刚想说我在开会，我立刻打断他，再忙也不能不吃饭啊，你现在可是有老婆的人，要顾健康。会议另一头的机位高层面面相觑，有人干笑，贺总真是家庭幸福。贺强，我看着他，故意压低声音，大家都看着呢，给个面子嘛，亲我一下再继续开会好不好？滚出去。那不亲我就不走，我直接坐下。贺强脸色沉了沉，最后还是伸手遮住麦克风，极快速的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，语气低哑，快滚。我嘿嘿好啦，那我先走，回家等你哦，晚上。贺强回到家，脸色比早上还阴沉，我一看知道他是因为中午那一出有点丢脸，在他那极度要面子的心里，就赶紧端茶倒水，又捏肩又捶腿的讨好。老公，我趴在他腿上，眼神无辜，你是不是在想我？他撇过头，我在想为什么会娶你这种人。那你后悔吗？他一读没说话。我眯起眼，老公，你一沉默我就当你心里其实在想，怎么这女人这么可爱，离开她好像会很痛苦。老公，你已经爱上我了对吧？我凑过去，不然你早就把我赶走了呀。贺强闭住眼，一副不想再理我的样子。我心里偷笑，凑在他耳边小声地说，那我可以认定你已经接受我们之间的病娇爱情了吗？他睁开眼，冷冷地说，柳如烟，你真的很烦。我笑，可你就是离不开我，对吧？他没回答，却伸手把我揽进怀里。我瞬间笑开了，病娇的胜利不需要轰轰烈烈，只要他开始习惯我，接受我，默许我，依赖我，我就赢了。这辈子，贺强，你注定是我的。这天早上，我难得睡过头，醒来时床的另一边已经空了。不对，我猛然坐起来，脸色一变，贺强居然没亲我就出门了。我披着外套冲到客厅，准备拿手机拨他电话，结果电话还没打出去，玄关咔嗒一声响起，门开了，他穿着西装走进来，手上悬提着豆浆和热烧饼，看起来还挺帅的。我眼睛一亮，立刻扑过去，老公你回来了，你是不是因为发现没有亲我，心里空落落的，所以特地折返回来找我？贺强抬眼看我，语气淡淡，我回来拿资料。哦，那早餐也是顺便带给我的对吧？我抱着他的手臂撒娇。你就是嘴硬心软。他把袋子往桌上一放，走向书房，头也不回地说，你少给我自作多情。我笑得一脸得意，嘴上说不要，身体很诚实吗？晚上，他突然说，柳如烟，我要出差3天。我筷子一抖，烫口的汤叉点洒出来。你说什么？公司临时安排，要去南城开会，周5晚飞回来。我立刻开始快速分析，南城3天，周5晚，有女同事吗？酒店住哪？会不会开夜会？会不会有应酬？我冷静了1秒，然后平静地放下筷子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他挑眉看我，你疯了？我一脸认真，我陪你。柳如烟，你这叫扰民，我这叫有礼貌的缠你。我顿了毒，语气一转，你现在是我老公，我跟着老公出差，哪里不合理了？他捏了捏眉心，明显是在压火气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让人上瘾？我帮他补完。我笑着站起身，走到他身边，轻轻搂住他的腰，
把脸埋进他胸前。你越想逃，我就越想绑住你。柳如烟，他低声警告。我抬头看他，语气平静却直着。你逃不掉的。半夜，我假装睡着时，听到他在书房打电话，行程改了，周五不去了，会议改线上。助理那头传来疑惑，那柳小姐不关他的事。贺强冷声说。挂断电话后，他走进房间，看着假装熟睡的我。过了许久，他坐在床边，手指在我耳边轻轻抚过，语气几乎听不见的低声道：你啊，真是，我都快逃不掉了。我心里大笑3声，但表面上还是继续熟睡。这就是病娇的胜利。你说你不爱我，你取消出差的样子出卖了你，这辈子，贺强，你逃不掉的。人家都说感情要循序渐进，要欲擒故纵，但我不是人家，我是柳如烟，一个病娇、重生、有钱，还死心塌地爱着贺强的女人。你不说爱没关系，你不主动没关系，你不求婚，那我来。一大早，我亲手做了早餐，荷包蛋煎成爱心，吐司上涂了笑脸，连豆浆杯都贴着我黑色红心你标签。贺强一脸无语地看着桌面，你是炸了几次厨房才做出这一毒？我得意地说3次，但我的爱心莫炸裂，只炸了锅。他没回话，坐下默默吃完了。我偷笑，这就是习惯，他开始习惯有我了。吃完后，我甜甜地说，老公，今天我们出去走走好不好？他皱眉，我不去。去吗？我安排了一个超浪漫的活动。哦，我抓住他的手摇啊摇。他看着我，语气警惕，你又在搞什么鬼？保密。我笑得神秘，拽着他出门。我们来到市郊的一处小山丘，草地上早就被我偷偷布置好，爱心花圈、气球、香槟、音响，甚至还有一架无人机准备录影。我穿着一身白色洋装，裙摆飞扬，看着他笑得灿烂。你又想做什么？贺强一看到花圈和气球，眉头皱得死死的。我不回答，只是从口袋里掏出戒指盒，单膝跪地。贺强，我看着他，语气认真，你愿意娶我吗？他愣了足足3秒，脸色瞬间黑了。你说石魔？我深吸一口气，眼神坚定。我说，我不要等你主动了，这一次我来。你不说爱我没关系，不求婚也没关系，从今以后我来主动，我来保护你，我来爱你，这辈子你只准娶我，所以嫁给我吧。贺强转身就走，我原地懵住，真的走了。我垂着头坐在草地上，手上的戒指盒还打开镯，风很轻，像在嘲笑我太自作多情。可是下一秒，我的手被人狠狠拉起来，戒指盒被抢走。我抬起头，就见他站在我面前，脸色难看，耳尖通红。你疯够了没？他低声说。你生气了？我眨眼。你知道你刚才那样说话像什么样子吗？像什么？他咬牙切齿地说，像我要被你抢婚的新娘。那我成功了。我笑得灿烂。柳如烟，你怎么魔怔魔烦？我就烦你一个人。他低头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拉起我的手，把戒指套进去。贺强，我眼睛一亮，闭嘴。他默看我，语气不耐烦地说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甩掉我了。我一脸得意，你刚才说的是你这辈子，是不是代表你承认我是你老婆了？他额角青筋直跳，我扑上去抱住他，嘿嘿嘿，求婚成功，你现在是我老公了。全文完。